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手机，看到它，你会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没错，眼前一亮的感觉。说实话，对于现在手机同质化的时代，我真的好久没有这么眼前一亮的感觉了。南奥奇，最近好无聊啊，有没有什么东西来提提神呢？有啊。有什么啊？哪儿？鱼。哦，这个我知道。这是不是那个魅族的那个新出的迷你冰箱？这个你都弄到手了，可以呀。魅族 Pro 7，这可能是目前为止背面长得最像冰箱的手机吧。包装做得很精致，给你一种隐隐逼格很高的感觉。然而，当我拿出来的第一印象，不是觉得这冰箱有多惊艳，而是，哇，怎么有划痕？哦。好吧，是我傻逼了。棒！魅族 Pro 7，魅族今年最新的旗舰手机。公正地说，之前在网上看到广告，个人觉得确实很丑。不过当拿到手的时候，黑色感觉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丑，看得过去。手感和正面一直是魅族值得骄傲的地方，没得黑，很舒服。光线传感器融入了听筒，一体感更强。M-Back 则是我目前觉得最好用的 Home 键之一。每次用了一段时间魅族手机之后，换回其他手机，总会不自觉的轻触重按。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是这个3.5毫米耳机孔得到了保留，没有跟风是明智的选择。但扬声器却在左下方，这就和我们很多人的操作习惯有些违背了。看视频或者玩游戏的时候，第一时间多半会挡住它，所以掉个头吧。总的来说，看来魅族每回提到的专注于打磨还是有效果的，而背面就是这回魅族的创新科技——痔疮。刘姐，我终于有痔疮了，痔疮啊！哎，是这个。这哪是痔疮啊？这是画屏。文雅一点，我们还是叫它画屏吧。魅族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比较喜欢尝试的企业，有成功，比如 M-Back， 有失败，比如 3D Press。那么这次画屏会成功吗？按照大家要做出差异化的想法，我觉得它是成功了。你确实可以一眼识别出，这就是魅族 Pro 7，仅此一家。那么它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呢？我们先来看看它能干什么。画屏的点亮方式有两种，一种翻转亮屏，一种双击亮屏。单从设置上，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它的功能：画屏壁纸、提醒管理、计步器、天气和画屏相机。画屏壁纸的意义就是要让你学会如何才能在小伙伴面前装得一手好逼。哇，小鸟！讲道理，这么小的屏幕显示效果还算不错，动画看上去效果真的不错。除了官方自带的动态图以外，你还可以设置其他有逼格的动态图，比如这块电路板。哟，好巧，来信息了，查看，不行，咱还是老老实实在正面看吧。至于计步器嘛，小米手环你懂的。不得不说，前面的这一杆功能我平时真的用的很少。先不说这些功能有没有用，按照我们平时手机的使用习惯，就很少将手机倒过来放着。很少。那么我既然已经正面放着了，我真的需要画屏这些功能吗？我是不是这样会更轻松一些呢？其次，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美观和习惯的问题，将屏幕放在了手机的左侧。这对于我们这些右撇子来说，要单手画个屏还真的有些别扭。难道画屏就真的这么然并卵吗？并不是，这个画屏相机在我看来还是不错的。这就像以前那什么手机后置摄像头可以翻转一样，
方便那些喜欢自拍的人通过后置摄像头拍出更优秀的自拍照片。你可以通过画屏进行取景，甚至你还可以选择拍摄模式。取好景之后，点击屏幕，完美，我的自拍水平又可以高于他们一等了。不过有个小缺点，通过画屏你是没有办法选择对焦点和曝光的。需要特别角度的时候，你可能还是得把手机转过来才行。怎么我这个点击屏幕不能自拍呢？哦，忘了说，要想通过画屏拍摄，你得通过滑动画屏开启相机才行。通过正面开启画屏是无法通过画屏拍照的，切记切记。怎么今天感觉我手机的电量跑得这么快呀？这电也太不经用了吧！你拍呀，你开车相机怎么不拍呀？对了，再啰嗦一句，自拍完别忘了关掉画屏相机哦。总的来说，这块画屏从功能的角度出发，确实有点为了创新而创新的感觉。大部分功能我并没有感到通过画屏会更加的方便。官方所谓向经典致敬的休眠 MP3，在这个画屏上也是异常的难用。到最后，只是很多功能的实用性通过它都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从目前来看，这块屏是失败的，不知道到最后会不会像 3D Press 那样不了了之了。所以平时用的少的话，咱们还是把它关掉吧，不是还可以省点电吗？说起省电，这次魅族 Pro 7分别采用了联发科 P25 和 X30 处理器。P25 不是魅族那旗舰手机吗？你没有听错吧？没错，你没有听错，现在只要2880，这款搭载 P25 的超级无敌宇宙灵盒旗舰 Pro 7就可以带回家。现在只需要上淘宝店搜索87076677，就有可能拍的这款超级无敌宇宙。哎，真是可以！我确实不知道魅族怎么想的，大概是背后这块画屏太费钱了吧。总之，我选择了高配版，至少 X30 我还可以稍微用得爽一些。就平常的使用来看， X30 基本上能让我们日常程序流畅的使用，玩游戏也比之前很多采用联发科处理器的魅族手机来说要好上不少，至少没有一开始就卡的。我平时玩炉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玩崩坏3嘛，高帧率确实有点够呛了。那时候的发热也比较严重，建议还是开稍微低一点的帧率来玩。毕竟目前魅族最屌的手机啊。而至于另一个魅族经常被大家调侃的东西，拍照，这次到底会怎么样呢？会不会继续让我们失望呢？拿我们手边的 XZP 试着拍了几张对比，我去，我惊呆了！不管是从清晰度还是色彩上，都是 Pro 7看上去更加的优秀，神作呀！难道魅族终于学到了？于是乎，接下来 Pro 7、XZP 和美人尖的照片对比，不得不说，就这3款相机而言 ，Pro 7的色彩还原是比较好的，但有时候会有些偏紫 ，XZP 则显得对比度有点高的样子。至于美人尖嘛，我们看看就行了。光线较好的情况下 ，XZP 的画面清晰度还是要高于 Pro 7的，颜色会讨眼球一些。不过，同在 HDR 模式下，Pro 7则处理得比 XZP 优秀许多，暗部的细节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值得肯定。夜晚的话 ，Pro 7虽然并不算优秀，但比 XZP 好上不少。我确实没有想到，一个专业做相机的公司，并且大家都在用他们 CMOS 的情况下，夜拍效果达到如此地步，难道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吗？有待考究。看到这儿，你确实可以感受到 Pro 7这次在拍照上确实下了功夫，至少达到了这个价位旗舰机的平均水准了。同时增添了一个类似华为黑白相机的功能，平时偶尔艺术一下还是不错的。不过既然是双摄，肯定少不了大光圈虚化了。之前 Pro 7拍照给我的惊喜，让我多了不少期待。
又搞了台新手机吗？对呀，这可是魅族今年最新的旗舰手机哟，拍照杠杠的。最重要的是，自拍的时候还可以用双色虚化哟，厉不厉害？屌，我们两个照一张。哎呦，来，我看一下。算了，咱还是别用这个功能好了。委婉的说，想拍好，限制条件挺多的。那直白的说呢？这个双摄就是个垃圾呀！好吧，我的话说完了。值不值得买？魅族 Pro 7是一款非常自信的手机，从它的定价和素质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这块画屏充满信心。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我不知道到底有多深的信仰才会以这个价格去买这个手机，反正我是不会买的。魅族每回都强调他们一直在打磨，一直在打磨，突出他们的专业。没错，刚开始的魅族手机在国产手机中的手感和外形都是非常优秀的存在，基本上鲜有敌手。然而这几年大家的外观和手感都变得优秀了起来，魅族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他们还在干嘛？还在打磨？我并不是觉得打磨不好，我只是想问，你们除了打磨，还能做更多有用的事儿吗？仅仅会打磨，那可并不是工匠。说实话，有没有画屏无所谓，把价格降点，这一定是一部不错的手机。续航方面，偶尔玩游戏的话1天，不玩的话最多可以坚持1天半，快充速度还是值得肯定的。目前 Pro 7有2个版本，4GB 加 64GB 2880元，4GB 加 128GB 3380元。建议要买的朋友都去买高配版，用着舒服些。如果你拿来当备机的话，那就随意了。至于 Plus 嘛，那是卖给有情怀的人的。每次节目后，我都读好多评论，你的、他的、赞美的、批评的，甚至还有取关的。但我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把你赢回来。真的。好，这期废话不多说，来直接上电视。来自哔哩哔哩的小伙伴一一达说，战狼2热播票房直逼55亿元，战狼3泪目却遭泄密。人们总被战狼到底是小米被抓获没有死的被惨遭压红死就要出于了失忆症，这几个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暗号和数字80076677，经专家昼夜破解放惊天秘密，破解后说的含义竟是想吃火锅底料的淘宝搜索这串数字。总结一下，通过专家的研究、破译和认证，吃我们家的火锅底料有益身体健康。来自 YouTube 的朋友好王说，果然编导和南后期在一起了，耶！我想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南后期弯没弯我不知道，但编导绝对不是弯的，因为编导是真正的直男。至于上期硬盘大比拼中，有29%的朋友选择了 MyPassport Wireless Pro， 有34.9%的朋友选择了 Chip Sensor 固态 U 盘，有36.1%的朋友选择了 G Drive SSD。看来大家都很喜欢又大又硬又稳的东西。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了咱们的精美礼品，请积极参与到这个环节，有礼品可以获得。至于啪嘛，本期啪什么呢？荣耀手表 SE， 这个是50米防水的游泳手表，支持自动泳姿识别。泳速记录，自动记圈，还能防尘防溅防颠倒。总之是一款千变好看的运动手表。老规矩，23块3起拍，有兴趣的朋友们赶紧87076677已经开始喽！从今天开始，满88元我们都送特斯拉定制的秋冬速表链87076677。87076677，赶紧去看一下哟，嘿嘿嘿，满299元，直接顺丰包邮哦，仅限大陆地区哈。我们便携装的火锅底料已经上线，只要38元，你都可以吃到正宗的重庆老火锅咯。淘宝评价上一个电视旺旺好 QTGRC 说还没吃，刚刚托国内的朋友一路远洋来威尼斯，太激动了，赶紧点评。
赠送你充电线质量好到爆，一直关注你们的每一期，代表意大利人民祝你们蒸蒸日上，早日来欧洲开一个粉丝见面会。欧洲我们会来的，嘿嘿。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